老 K 啊，之所以喜欢足球，是因为里面涉及各种各样的人事斗争，特别是上层高层。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关于幕后的权谋，咱们先锁定拜仁慕尼黑。在老 K 看来，目前拜仁的体育董事埃贝尔还有主教练孔帕尼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就在拜仁成绩高歌猛进的同时，突然传出来，董事埃贝尔的续约前景绝非板上钉钉，他的职责很可能会被弗洛因德和德雷森接管。那么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一道来。目前拜仁的成绩非常好，德甲联赛已经甩开竞争对手，优势高达11分，第35座联赛冠军奖杯已经没有悬念，同时他们还会在本赛季创造新的进球纪录。另一方面，拜仁自2020年以来可能会首次重返德国杯决赛，剩下的无非是在4月22日的半决赛中跨过勒沃库森这道坎。第三个方面，在欧冠联赛，周二晚上已经客场6-1狂胜亚特兰大。孔帕尼率领的拜仁已经是本届欧冠头号夺冠热门，所以全球媒体都将拜仁称为不可阻挡的拜仁。拜仁慕尼黑是一台压路机，可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拜仁内部却爆发出暗流涌动。当前的这一幕和前任体育董事萨里哈米基奇离开之前的情形很相似。这一次焦点人物是埃贝尔，埃贝尔现在和主教练孔帕尼关系非常好，在经历了多次选帅碰壁以后，聘请孔帕尼是埃贝尔的主意，而且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决策。然而在俱乐部高层圈子里，埃贝尔的工作仍然在某些方面受到了质疑，这种质疑甚至到了让他的续约前景都不明朗的地步。现在看来，离职是有可能发生的，埃贝尔的合同将在27年6月底到期。那么不用问，一定是幕后垂帘听政的赫内斯在作怪。现在拜仁俱乐部内部，埃贝尔遭受了一些指责，首先是指责他在球员续约还有签字费上花了太多钱。多年以来，球员和经纪人一直都能从拜仁赚得盆满钵满，因为黄萨人世界最有钱的3家俱乐部之一嘛。不过高层们指责埃贝尔，说埃贝尔花的钱呀，在欧洲顶级俱乐部中也鲜有能及的。好在埃贝尔已经将萨内已经将科曼这2位高薪球员从工资名单中剔除了，赛季结束后格雷茨卡也会离队。另一个批评的点是埃贝尔和俱乐部的掌权者之间缺乏真正的信任关系，这个不奇怪，从过去的凯恩还有萨里哈米基奇还有埃贝尔，谁能和垂帘听政的赫内斯建立信任关系呢？ Nobody。 所以朋友们，足球世界如此精彩复杂，充满各种小心机。那么喜欢节目的话，欢迎您订阅，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 OK， 咱们继续。现在拜仁的监事会，也就是赫内斯掌控的监事会，他负责评估董事会的工作，并且审批超过5000万欧元的支出。成员包括主席赫内斯、海纳还有鲁梅尼格。至于市长迪特奈特，在仅仅参加1次会议后便不再出席了。市长也明白，邀请他出席只是做戏，那还不如不来，一切都是赫内斯在说了算。现在监事会认为埃贝尔在许多方面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告知他们的信息的时间太晚，指责埃贝尔存在独断专行的行为。此外，内部消息说，埃贝尔的谈判风格也不像他的前任鲁梅尼格和赫内斯那样强硬，最终就让拜仁付出了昂贵的财力方面的代价。不过咱们客观讲，埃贝尔自24年3月上任以来，他的决定都是明智的，聘请了孔帕尼当主教练，也签下了奥里塞、路易斯·迪亚斯还有约纳塔坦。可尽管如此，高层们却仍然说感受不到拜仁真正的齐心协力，内部不时传出俱乐部存在不同派系的消息，甚至在青训基地也是如此。长此以往，这可能会危及竞技上的成功啊！什么意思呢？赫内斯的意思就是拜仁只存在一个派系，就是绝对服从赫内斯，但凡有其他的小圈子，那都会危及赫内斯的统治。所以接下来，如果埃贝尔的合同没能延长，那么首席执行官德雷森和体育总监弗洛因德就可能会接手体育董事的任务。目前还没有引进新人的计划。德雷森和弗洛因德的合同同样在2027年到期，不过这2人续约的可能性非常大。相比之下，埃贝尔再次陷入了困境。关于埃贝尔未来的最终决定，预计将在8月中旬举行的下次监事会会议上做出。所以这就很明显了，埃贝尔的成绩太好，功高盖主。至于德雷森和弗洛因德之所以会在27年合同到期后续约的可能性很大，就是因为他们对赫内斯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忠诚，赫内斯把忠诚看得比什么都重。那么上个月，上一任的拜仁高层传奇守门员卡恩接受了采访，卡恩也谈到了赫内斯，他评价道，赫内斯是一个公众很难通过长时间采访去真正了解的人，
媒体也曾经试图从某些方面去塑造他的形象，但对我来说需要区分两段不同的时期。第一段是我作为球员的时期，那时候我主要把赫内斯看作俱乐部经理，后来他从经理变成了俱乐部主席，再后来我又回到了俱乐部担任管理层职务。当赫内斯成为荣誉主席之后，情况又不同了。在我的职业生涯期间，作为经理的他是一个重要的联系人。尽管这个行业有时非常残酷，充满竞争，充满压力，但赫内斯依然保留了一种人性。你会感觉到，如果你为俱乐部全力付出，如果你和拜仁慕尼黑有极强的认同感，那么他也会站在你身边。但前提是你必须真的属于这个集体。如果情况相反，关系也可能迅速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不过当时我一直觉得自己可以信任俱乐部的负责人，我也喜欢这种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相互忠诚的关系，往往比那种表面客气的关系更真实，不是那种假装政治正确，永远保持礼貌的关系。当然，人不可能一直彼此友好，不同团队之间存在不同的层级，有些团队你要么属于其中，要么就不属于。赫内斯有时候情绪会比较激动，但这种坦率和直接交流是很难在很多俱乐部看到的。我还记得有一件事，大概是在拜仁慕尼黑被称为好莱坞时代的时候，赫内斯走进更衣室说：大家坐下。然后赫内斯说：我听说卡恩，你一个晚上能喝10杯阿玛雷托酒。我也不确定是不是10杯，记不清楚了。赫内斯实际上是在暗示球队曾经有一次聚会，可能稍微有点过度了。这种情况其实也属于球队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会有很夸张的庆祝活动，但如果成绩不好，情况就会很危险。赫内斯走进来是想直接把问题说清楚，他希望大家直接面对问题，在队员之间坦诚沟通。这种冲突处理能力在很多俱乐部并不常见，有些俱乐部或团队会避免直接说问题，而是把事情包装得很委婉。现在很多领导力培训都在教人尽可能用温和方式去批评别人，但在我看来，那可能是最大的错误。我一开始就在公司里说过，我这里不允许这样。在拜仁慕尼黑，别人会直接把问题当面说出来，不会拐弯抹角。这其实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力经验。在团队管理方面，这一点让我与很多典型的企业文化有所不同。我经常处在不同团队的边缘位置，有时会看到团队内部产生个人方面的敌意。有些事情被一方讲成一个版本，另一方又讲成另一种版本。通常情况下，双方的说法不可能都是真实的。这种情况有时会逐渐演变成长期的对立。我曾经遇到一种情况，我会把所有人叫到一张桌子前，我会说：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情绪放下，一方说自己的观点，另一方说自己的观点。人需要来自他人的反馈，包括负面的反馈，否则我们无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你们不互相给出反馈，你们就会失去调整自身行为的能力。说完之后，大家可以互相争论一下，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大致上，这也就是当时拜仁的文化。但必须注意，时代在变化，人也在变化，尤其是年轻人。后来，当我在2020年再次回到拜仁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你必须更加判断，我面对的是怎样的人，什么方式更有效。不能把所有人都用同一种方式去对待。有些人会讲你直接告诉我事实吧，但有些人需要通过更委婉的方式去引导。领导者有责任根据不同的个性去调整沟通方式，否则你可能会把一些对你非常重要的人吓跑。所以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在今天尤其重要，特别是面对球员，如果你只给他们负面的信息，情况会变得很糟糕。过去有些教练依靠让球员的恐惧管理球队，但我认为现在单纯依靠负面的情绪已经行不通了。当然，彻底的诚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就在制造恐惧，你可以非常严格，但同时也可以很有人情味儿。你必须给人们一个方向，你可以直接说，这件事你做得非常糟糕，不需要拐弯抹角，但同时也要告诉对方，我们可以怎样进攻，这是个学习的机会。如果你只是把一个人批评到一无是处，然后把他丢在那里，那是不行的。那么好的，从卡恩的嘴里，你没有直接听出对赫内斯的不满。虽然是赫内斯将卡恩从拜仁的管理层位置上拽了下来，但是注意卡恩的这句话，你很难通过采访了解赫内斯。所以结合目前的情况，拜仁内部又开始风流涌动。今天有消息，拜仁内部说是有人惊讶于孔帕尼让刚刚伤愈的阿方索·戴维斯和诺伊尔上场。怎么回事呢？就在欧冠1/8决赛首回合，客场虽然是6-1大胜了亚特兰大，
然而阿方索·戴维斯在第71分钟再次被换下场，而且是含泪离场。当时他刚刚伤愈复出，而4天前球队队长诺伊尔也是同样的命运，主力门将再次受伤，半场结束时就被换下。和3周前一样，诺伊尔再次出现了左小腿肌纤维撕裂，而在阿方索·戴维斯身上时间间隔更短。从3-2战胜法兰克福的时候，右大腿后侧肌纤维撕裂，到欧冠对阵亚特兰大，同一位置再次拉伤，中间只有17天。所以主教练孔帕尼在这2名球星再次受伤的比赛中，现在看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上场。2位球星本可以继续进行更长时间的康复治疗，把伤势彻底恢复。虽然孔帕尼当时得到了医疗团队的绿灯才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是现在明确的问题是，主教练是否在这些刚刚伤愈的球员身上承担了过大的风险。必须指出，孔帕尼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长期的伤病员应该得到充足的康复时间。此外，孔帕尼直到5年半前还是一名职业球员，他非常了解球员的需求，既理解他们希望尽快复出的心理，也清楚休息阶段是必要的。那么现在拜仁内部已经有人开始说闲话，认为一些球员过早获得了复出的许可，还有对孔帕尼让他们上场的决定感到有些惊讶。顺便提一句，在对亚特兰大的比赛中，主教练孔帕尼对另一位伤员超级前锋哈里凯恩的做法却完全不同。由于左小腿挫伤，他让凯恩整整休息了90分钟。哈哈，经典的拜仁新闻，看来拜仁又在搞事情，又要起飞了。OK， 目前队内的莱莫尔面临续约，但是和拜仁的续约谈判却停滞。好在莱莫尔还没有接触其他的俱乐部，这位28岁的后卫将专注于本赛季的剩余比赛，然后是世界杯。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进入合同的最后1年而不续约，就像阿方索·戴维斯和于帕梅卡诺之前所做的那样。所以拜仁的球员的经纪人都想给球员争取高薪，而有了阿方索·戴维斯和于帕梅卡诺的例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估计未来拜仁任何一个主力的续约都将非常困难。好，另一方面，让我们看看英超的阿森纳。阿森纳正在迈着自己多年以来的第1座联赛冠军前进，而且在欧冠，他们可能也是6支英超球队中唯2可能晋级下一轮的。可是今天切尔西的名宿米克尔却公开指责，说阿尔特塔花了将近10亿英镑，却只能依靠角球钻空子争夺冠军。这主要还是因为现在阿森纳的比赛风格遭到了许多评论员和大量球迷的批评。他的原话是：我看阿森纳比赛，他们完全只靠角球。阿尔特塔，你花了将近10亿英镑，然后告诉我你赢球的唯一方式就是靠角球，这太荒唐了。阿森纳球迷不抱怨踢法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现在排在积分榜榜首。阿森纳拥有的创造力、潜力全部都被抛到一边，我们再也看不到萨卡、马丁内利、埃泽、厄德高这样的球员发挥了，因为他们只依赖角球。如果阿森纳这样踢球拿冠军，我不会承认他们是冠军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投机取巧。阿森纳是靠钻空子拿到的英超冠军，他们这样赢球的方式不合理，英超应该制止，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足球。你花了10亿英镑，不能这样踢球。球队里有这么多的创造力，埃泽、厄德高、萨卡，让这些球员展现自己，他们现在太死板了，只依赖角球。哈哈，话糙理不糙。不过站在阿森纳球迷的角度，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亨利在欧冠比赛后说的：你不必喜欢阿森纳的踢球方式，但你得尊重他。没错，我们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踢得并不出色，但即便状态不佳，阿森纳仍然找到了扳平比分的方法，这就是顶级球队的作风。我相信在酋长球场，阿森纳能够拿下比赛。当初何塞·穆里尼奥和迭戈·西蒙尼按照他们的想法布置球队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战术天才。但是当阿森纳按照我们的方式踢球的时候，突然就成了问题。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取悦评论员的，我们来这里也不是为了满足对手球迷的，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赢得比赛。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巴黎也一样。今天队报的消息，恩里克的续约谈判很顺利，但是恩里克的留队态度却并不清晰。同一时间，曼彻斯特晚报的资深记者说，路易斯·恩里克的英语说得非常好，而且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执教英超，但恩里克只想加盟合适的项目。目前曼联卡里克仍然是热门人选。那么现在路易斯·恩里克在大巴黎本赛季国内杯赛已经提前出局，但是巴黎目前领跑法甲，而且仍然在欧冠没有被淘汰，整体的赛季表现还是出色的。巴黎管理层倾向于让恩里克继续执教，但他本人是否愿意离队仍不确定。续约谈判进展顺利，不过从恩里克的表态、相关回应以及他身边人士的消息来看，情况并不清晰。
恩里克表示，需要先观察赛季最终的结果，尤其要关注巴黎俱乐部如何应对即将到来充满挑战的夏季转会窗。这个态度也完全符合恩里克一贯的行事风格。而巴黎更衣室的队员们确实有些人对恩里克的选人还有某些队友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但这种情况在上赛季也曾经发生过。去年的时候，恩里克和巴黎部分球员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巴黎更衣室队内的气氛并没有那么紧张。现在无论比赛的胜负，恩里克在巴黎每一场比赛后都显得身心俱疲。他本来就不擅长出席发布会，也不愿多说话，自己也坦言过，面对媒体时常会感到疲惫。当恩里克深夜才出现在媒体的视野的时候，往往只想尽快回家。他在公开场合始终对球队保持正面的态度，私下和球员沟通的时候，如果对表现不满，则会非常严厉，但在镜头前很少流露。恩里克在确定并且公布每一场的首发阵容时，有着非常严谨的流程，只会在赛前2小时告知球员具体名单。在此之前，仅仅有4个人知道安排，保密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这样看来，大巴黎呀、纳塞尔和总监坎波斯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赶紧买人。另一方面，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发出了独家信息，说曼城的体育总监维亚纳会见了巴黎前锋邓贝莱的经纪人。虽然邓贝莱和大巴黎的合同到2028年6月，但大巴黎已经开始着手他的续约事宜。不过目前他和巴黎队的续约谈判并不顺利，所以经纪人已经在探索其他可能的未来道路。现在还不好说关于邓贝莱和曼城是不是已经进入正式谈判，但这次经纪人和曼城维亚纳的会面可以被解读为下一个转会窗口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初步接触。当然，关于邓贝莱这么重要的球员续约前，首先会和自己的俱乐部进行各种拉扯。关于和曼城的传闻也有可能是拉扯的一种策略。对这一点，今天罗马诺说，邓贝莱的经纪人确实和曼城体育总监维亚纳一起出现在同一家酒店，但这一次会面中没有任何关于邓贝莱加盟曼城的谈判，也没有对话，完全没有。好吧，那也不用着急，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依然会非常火爆，到时候老 K 也会陪伴大家每一天。有时候感觉转会窗的7、8月呀才是最有意思的，各种故事，各种拉扯，各种排列组合，各种你背叛我，我背叛你，各种互相指责。好，在权力剧宫斗方面，现在托特纳姆热刺是最惨的，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前水晶宫的体育总监道奇·弗里德曼，希望弗里德曼牵头热刺俱乐部全面改革。而伯恩茅斯的迪亚哥·平托也在体育总监候选名单中。热刺俱乐部正全力解决本赛季的危机。主教练方面，肖恩·戴奇被视为是图多尔的潜在替代者。目前热刺的高层仍然是很摇摆，所以在做多手准备。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今年夏天全面重建已经势在必行，但一旦降级，全面将彻底改变。先说弗里德曼，他过去在水晶宫的工作是足坛最受推崇的引援专家之一，目前在沙特担任高薪的职位。尽管热刺下赛季预算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谈判，但体育总监人选普遍认为热刺的工作极具吸引力，有机会在一家英超豪门俱乐部从零开始重建。与此同时，伯恩茅斯的平托擅长引进的正是热刺需要的球员类型，所以热刺的局势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本赛季最终排名。高层在主帅人选上现在也再次出现分歧，各方已经普遍承认图多尔带队效果不好，成绩持续下滑，表现一落千丈。克罗地亚教头强硬的风格也不适合当前局面，他试图推行的战术体系让现在的热刺更加混乱。但关键的问题是，热刺现在不知道该请谁来接手。戴奇呢，被视为英格兰足坛少数的保级专家，大家普遍认为戴奇可以带来急需的防守秩序。不过这位54岁的主教练似乎不愿意接手短期救火合同，同时他和诺丁汉森林的解约赔偿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戴奇上个月刚刚被森林解雇，所以现在热刺和森林在保级，那么如果他最终加盟热刺，会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局面。本赛季先后执教森林的戴奇和努诺有可能联手把森林队送进降级区，哈哈，如果是那样就搞笑了，但也很解气啊。现在16名热刺29分，17名诺丁汉森林28分，18名西汉姆联28分。西汉姆联主教练努诺就是前段时间森林的主教练。热刺队目前的更衣室已经决裂，更衣室内暗流涌动，有一位球员表示不害怕降级，因为自己即将离队。部分球员之间的矛盾和不满情绪正在加剧。首先，队长罗梅罗本赛季多次被红牌罚下，还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俱乐部。
另一名中后卫范德芬在对阵水晶宫时也被罚下，导致球队在短短7分钟内连丢3球。而范德芬在对马竞的比赛中又对大卫汉茨克的危险犯规险些再次被罚下。那么范德芬将因为停赛缺席对利物浦的比赛，而罗梅罗在和帕利尼亚头部相撞后也可能无法出战。至于门将维卡里奥，他的状态起伏很大，而佩德罗·波罗在场上的情绪则明显焦躁。在场外热刺同样问题不断，在主教练弗兰克执教期间，球队甚至出现过球员迟到的问题。所以热刺的这个历史最差赛季的压力正在撕裂球队。有一些仍然希望挽救赛季的球员对另外部分队友的态度不满，他们认为有些人缺乏动力。这就因为有球员私下向队友表示即便球队降级也并不太担心，因为他相信自己今年夏天能够离队。好吧，宫斗吧，闹起来吧！这样的球员职业素养太差了。好，今天是进行了欧联和欧协联的1/8决赛首回合。希腊的帕纳辛纳科斯1-0战胜了原神的皇家贝蒂斯，斯图加特1-2输给了波尔图，博洛尼亚1-1战平了同是操戈的罗马队，法国的里尔0-1输给阿斯顿维拉，塞尔塔1-1战平里昂，诺丁汉森林0-1输给了中日德兰，水晶宫0-0战平 AEK 拉纳卡，佛罗伦萨2-1战胜秦斯托霍瓦。好，那么今天的转会窗最重磅的新闻关于拉什福德，仍然是曼彻斯特晚报的资深记者，他说拉什福德很有可能会回曼联，因为他在巴萨的状态大幅下滑。现阶段拉什福德的处境很微妙，他留在巴塞罗那的希望也悬而未决。周日的巴萨主席大选对他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拉波尔塔如预期般获胜，他留队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现在状态大幅下滑，这让巴萨以大约2600万英镑激活买断条款的决定就不再像年初那样明确。巴萨可能会试图协商转会费，但目前曼联对此的态度却很冷淡。曼联的立场是，要么就按照约定支付买断金，要么拉什福德就回归曼联。好，另一方面，马德里竞技跟巴萨也闹僵了，已经决定不卖小蜘蛛阿尔瓦雷斯给巴萨，并且对巴萨的动作感到很不满。现在就算转会费远远超过1亿欧元，马竞也会坚定地留住阿尔瓦雷斯，他们甚至可能会考虑将阿尔瓦雷斯出售给英超俱乐部。所以巴萨已经意识到想签下阿尔瓦雷斯几乎已经不可能。另外，马竞对球员阿尔瓦雷斯最近的言论也感到不满，因为球员在言论中暗示可能会在赛季末离队。球员身边的人士辩称球员的言论被误解了，但这加剧了巴萨和马竞之间的敌对情绪。这个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马竞现在计划和阿尔瓦雷斯续约，延长他目前在2030年会到期的合同。这位阿根廷前锋的合同中有5亿欧元的解约条款。而马竞方面，投资基金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投资高达50亿欧元，这标志着马竞可能会获得一个新的起点。现在马竞俱乐部的事务是由他们的总监阿莱曼尼主导，阿莱曼尼和德科已经不再交流，而且阿莱曼尼和哈维最近对主席拉波尔塔的表态也让他和拉波尔塔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好的，关于哈兰德，巴萨的主席候选人丰特的团队正在为巴塞罗那和曼城商谈哈兰德的优先购买权。丰特的团队成员已经和曼城的首席执行官还有体育总监进行了会谈。会谈的目标之一，如果有一天哈兰德和曼城决定分道扬镳，巴萨能够获得优先的购买权。要知道，哈兰德最近刚刚签订一份长期合同，延续到了2034年，短期内不会有转会计划。但丰特的目标是拥有优先购买权，这能够使巴塞罗那在皇马之前获得拥有哈兰德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丰特团队派出的成员普兰查特曾经和瓜迪奥拉在巴萨、曼城和拜仁合作了近20年，和瓜迪奥拉及瓜迪奥拉的俱乐部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对了，有意思的是，最近皇马打曼城，在角球防守的时候居然派出居赖尔盯防，两人身高差距很明显，这引起了热议。很多人以为这是防守的分配失误，但实际上这是阿维罗亚教练组经过了详细研究后制定的战术选择。虽然哈兰德的身高达到1.95米，居莱尔只有1.75米，但是皇马教练组经过充分研究分析并记录后做出决定。他们得出结论，哈兰德并不是角球或曼城边路任意球中的主要头球终结者，这类的进攻任务往往是哈兰德的队友去完成。而曼城定位球战术中，瓜迪奥拉主要安排哈兰德承担掩护、干扰门将以及利用身体优势给自己的队友创造空间的任务，简单说就是挡拆。正因如此，所以才专门安排居莱尔去盯防他。
而皇马为数不多的高个子球员必须要安排在赫伊森、吕迪格、巴尔韦德或者楚阿梅尼身上。好，另一边关于巴萨的中锋莱万，今天有消息，如果莱万肯主动降薪，尤文图斯有免签他的可能。虽然莱万已经不再是巴塞罗那主力，但他进球效率仍然很高。尤文图斯现在想学习 AC 米兰和莫德里奇的案例，如果自己的弗拉霍维奇或者戴维离队，那么就可能签下莱万。另外咱们看看曼联，今年夏天曼联很可能会引进中后卫。目前队内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次伤缺，德利赫特的背伤仍然是个谜。虽然中后卫并不是下窗的首要补强位置，但是也有候选人。曼联已经盯上了诺丁汉森林的穆里略。虽然去年1月穆里略刚和诺丁汉森林续约，但如果森林降级，森林队或许被迫做出决定。还有队内的马奎尔，曼联现在还没有决定给他提供新合同，但俱乐部正在考虑提供马奎尔一份降薪的合同，将周薪从19万英镑降到10万英镑，而球员本人愿意考虑降薪。尤文图斯也盯上了阿斯顿维拉的老门将大马丁内斯。大马丁现年33岁，他和维拉的合同将在29年夏天到期。而本赛季尤文在门将位置上一直不稳定，大马丁如果加盟，将有助于尤文图斯稳步提升成绩。今天关于伊朗要不要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新闻也特别搞笑，特别讽刺。先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体育官员举行了磋商会议，伊朗足协还没有做出退出世界杯的决定。最新的决议，伊朗足协主席指出，国际足联和美国政府必须要保障伊朗国家队的安全，而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他们正在等待安全得到保障后再前往美国参赛。于是立刻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社媒上写道，欢迎伊朗参加世界杯，但出于对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考虑，我真的认为他们并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感谢大家对于此事的关注。哈哈哈，川普真是美国郭德纲，这么笑容满面的威胁伊朗，真是会抖包袱啊。好，昨天皇马对曼城进了3个球，第4个点球维尼修斯却没有罚进。但今天的消息，其实维尼修斯本来是想让巴尔韦德主罚点球的，但被巴尔韦德拒绝。巴尔韦德对点球并不太感兴趣，这一点他过去也说过。而至于维尼修斯，过去曾经从姆巴佩手里抢过2个点球，全罚丢了，这次又罚丢了。维尼修斯对自己的点球射术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下次千万别再罚了。我觉得要不你让库尔图瓦试试。好，另一方面，英格兰切尔西的传奇兰帕德作为主教练，他现在率领的考文垂8分领跑英冠，升级在望。在3-0战胜了普雷斯顿后，兰帕德进行了激情庆祝，并且表示球迷们可以放心的去梦想，升级仪式啦。兰帕德作为主教练，过去咱们觉得他弱，但他真是够努力呀。现在看来，他过去执教切尔西是切尔西最困难的时候，转会禁令导致不能引援，只能挖掘青训。当然了，带的也确实不行。同样的后防，后来图赫尔来了，一调教，淘汰赛加起来就只丢了2个球。但我估计兰帕德这次带队升级，未来肯定不缺工作。他踢球的时候就属于很聪明、求胜欲极强的人。前2次来切尔西都是救急，无论结果如何也是仁至义尽。就希望多多积累经验之后，还有机会执教英超 Big6。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点赞、评论和分享，也欢迎您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